我们的历史到了战国时期啊，一下就变得非常清晰啊，纷争增加。为什么叫战国时期呢？就是打仗，各国之间打仗，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秦统一六国，韩赵魏楚燕齐啊，就是六国依次统一，最后形成一个大一体的国家。但是在这个战国七雄之前呢，是七雄啊，前面还有很多小国，这个国与国之间呢就有摩擦。就要证明这块土地是我的，那你要来呢，要证明你的一个身份，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凭证，这个凭证就叫符节啊，符节。这个符节跟护照有一个区别啊，护照是证明你就是你，这个护照上的人就是我自己，但是符节只能证明我来你这儿是可以利用这个符节通过你这个道路的，这个人是谁不重要。这个符节比你重要。那么我们今天啊，这个国宝级的这个战国的青铜符节呢，叫鄂军起节啊。这个符节是5块，有2块在国家博物馆，有3块在安徽省博物馆。为什么这个东西呢分开了呢？它是一组啊，5节啊，5个符节攒在一起就是一个竹筒子，就这么一个竹筒子。是因为当年出土以后呢，有2块给了国家博物馆啊，所以现在呢，分成2处。鄂军起呢，就是凭借这个符节出国啊，这个符节上很清楚啊，说的什么走的路线呐，而且有2条路啊，一条水路啊，一条旱路啊。那么这说起来就是我们最早的，为什么说它是国宝呢？级的呢？就是这是我们最早的这个护照。那么到了汉代啊，这节呢就不是这样了啊，就不是用这种青铜这种节携带不是太方便。你想这么大个儿又铜的很重，那么它就逐渐演化成呢，就是一柄啊，缀有呢这个金毛的长杆啊。我们过去说苏武牧羊手持符节就是这样，这个图像我们在各种文物上都可以看到啊。那么苏武啊，是出使匈奴啊，我们跟匈奴之间的关系不是太好，过去老干仗啊。那么你有了这个符节以后呢，你啊，这个出使他的各个关卡，就对别人就会对你尊重，就可以放行了。那么这个《汉书》上是这么记载的，说这节是用竹子做的，杆长8尺，8尺多长呢？就相当于我现在这个人高1.8米啊。上面呢，得有3层的这个牦牛尾啊，这是《汉书》上的记载。那么《资治通鉴》里呢也有记载，因为苏武牧羊这个故事是流传非常广的，说仗汉节牧羊，握起操持啊，就是这个仗着这个符节呢，然后操持这件事儿，节操这个词儿就是这么来的啊。这个《苏武传》上是这么记载的哈，说天雨雪呀，武就指苏武，握聂雪雨，沾毛并验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就是在大雪中啊，这个苏武牧羊啊，他在贝加尔湖啊，多冷啊，他卧在那儿啊，就是合着这个皮毛啊，吃着这个雪，因为雪是水分呐。然后这块这个描写，我觉得是有点不太可能，但是古书上就这么记载，说他和粘毛一块就咽下去，因为饿呀，数日不死，匈奴就以为他神，所以苏武啊，这个持节啊，出使19年不改初心，这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今天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表示一个节操。那么持节啊，出使呢，这个由于它是这样一种形式，我们到今天，我们派出去的外交人员经常称之为使节，就是这么来的，啊，持节嘛，有这样一个政府颁发的一个信物。那么到了唐代呢，也有出国，那时候出国呢，大部分目的都是经商。唐代以后，我们的商业就变得比较发达啊。从张骞出使西域以后，啊，从汉唐之际呢，这个商业还是逐渐发达起来的。尽管也有少量的宗教文化的交流，但是主要呢就是经商，出国的目的就是经商。旅游这个概念当时是没有的，旅游这个概念是很晚才有的啊。
那么到了唐代啊，出国呢跟以前有一点不一样呢，就需要经过对方国家的一个认同。这个认同相当于我们什么呢？相当于我们今天那个边检。你看我们今天出国啊，你到了机场啊，还是到火车站，你要经过一道边检。你知道海关不管你啊，你不要以为老说哎呀我过关了过关了，其实那个过关海关是不管你的，海关只管物不管人，海关不管你出入境的自由，只管你东西携带的东西的自由。比如我们不许出关的文物，你带出去就视为走私；比如不许带来的这个奢侈品啊，奢侈品是可以带，你如果不交关税，那就不许带，超过一定数量就不许带，这个是归海关管。但我们人啊出入境呢，只是边检管啊，就是所谓的边检呢，就是我们出入境管理局来管，所以我们过去呢也叫这个管理所啊。我们唐代的这个护照就叫过所，这个过所跟英文中的 passport 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我们今天可不叫过所，我们叫护照。为什么叫护照呢？我们一会儿说。那么这个唐代的概念非常清楚，就是你持这件东西就是为了从我这儿过去啊，我允许你过去。古代的出国呢，除了商人以外，偶尔呢也会有一些盘查。为什么呢？他有逃犯，逃犯只要逃出他所犯罪的这个国度呢，相对来说呢，他这个罪行就被掩盖掉了。如果你不是商人啊，人上来问你几句，你马上就会被问住。过去人家为盘查你从哪儿来啊，干什么去啊？是经商，经商卖什么呀？啊，问你两下。你如果不是经商，你有时候答不上来。人说那边丝绸卖多少钱，你马上就愣了，你答不出来。一看你就说谎，你一说谎，你说一个谎话得10个谎话圆，你说完10个谎话，你就下面说100个谎话，你肯定就漏洞百出。所以过所的这个制度检查是非常严格的。所以我们过去这个审查，包括今天的审查制度很严啊。我们出入境的时候都变得比较简单，就是因为你经常出入，你的护照上什么全是各种章，所以你出去的时候人也是抬头看一眼，一核是你叭盖一章让你出去，回来的时候一看是你叭盖一章就回来了，啊，这都比较简单。过去他有时候要盘问你几句啊，说你打哪儿来啊？你说我打南边来。啊，我打南边来，南边的哪儿？你上哪儿去啊？打北边去，那肯定是不行的。你得说清楚你从哪儿来，是吧？过去说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着个5金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这个都是过去的绕口令啊。那关于过所啊，这个过所是一个很重要的文物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博物馆里藏有一个重要的文物，一本唐朝的过所啊。这个过所呢很有名，叫石然典过所。石然典呢，你听不明白吧？我也听不明白，这就是一人名啊。这古代的人名跟今天的人名有点不一样。今天你看这仨字，你怎么想不起来它是个人名？石然典是个人名，他呢，这个保留了一个过所。这个过所呢，曾经在这个首都博物馆做过展出。它出土于呢。1959年啊，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一个墓葬。这个墓葬里呢，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是唐开元20年，公元732年，啊，当时的这个开元，我们都知道皇帝就是玄宗李隆基啊。石然典过所呢，它是由3张纸粘接在一起的，它长多长呢？这么长，啊，这么长，大概78公分啊，宽呢有这么宽。28公分，挺大的。它前后是残缺的，上下比较完整，书写了有20多行字啊，内容非常清晰。然后呢，它在文书中呢特别有意思，它手印上呢是盖着一个瓜州都督府之印。瓜州是哪儿呢？就今天的甘肃。中间的3印呢有沙州啊，沙州就是敦煌。结尾处是伊州，伊州就是今天的哈密地区啊，就可以看出它当时的路径。这石然典当时呢就是一居民，没什么新鲜的，这是一个普通居民的一个护照啊。这张这个过典呢，可以看出当年呢这个商人啊当年的行程。他先是携带的这个安西的都护府颁发的过所呢，从安西到瓜州经商，又经过瓜州的都督府颁发的回安西的一个
过锁，就这个东西来不停的在换，途中经过了这个一个叫铁门关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现在是在今天的烟岐与库尔勒啊，库尔勒这地方我还去过，就这之间大概是这么个位置。那古代的护照啊，尤其唐代的你想1300多年的护照保存下来的非常非常罕见啊，所以这个今天是我们国家的国之重宝。你不要看这么一张纸啊，这叫国宝级的文物。所以你们自个儿的护照啊，都好好的留着啊。留1300年啊，也就是一个1级文物啊。你自个儿的护照，看你能不能留下1300年。唐代有2个僧人出行都牵扯到这个过锁，就牵扯到这个护照啊。第一个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玄奘啊，《西游记》中呢，他讲的是通关文牒啊。通关文牒是完全是后来这个吴承恩给美化的，他是按照这个明朝人的眼界去写的，当时没有通关文牒，当时就是过锁。因为吴承恩他是明朝人，他眼界他当时没有那么严谨的考证，所以他说的就是通关文牒，而且通关文牒是比较容易听懂的。你今天如果写小说，你可能说当时啊，比如玄奘出示他的护照，别人就听得懂。你说唐玄奘啊出示他的过锁，你就听不懂了。所以这个在明朝写小说的时候呢，运用了当时明朝的这个通行的名字是很正常的。通关文牒本身就是相当于这个护照，那么上面盖的这个章呢，就相当于今天的签证。那实际上呢，真实的玄奘呢，他当时他还真没有这护照，没有这过锁，他是钻着空子出的城。玄奘当时呢，他感觉这个国内翻译这佛法呢，实在是落后不健全，然后呢，想去这个感悟啊印度的佛法的这个智慧，就决定前往印度。那么玄奘就召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啊，就说这僧人咱一块上书朝廷啊，申请护照啊，申请这过锁，结果遭到朝廷的拒绝啊，禁止他们出境。为什么禁止他们出境呢？是因为当时国家准备跟突厥打仗，实行这个禁边政策，就是严禁你出去啊，这个很正常。我们近代史上，凡是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这个边境都先关上。那么玄奘呢就没有获得这个护照呢，就没法去嘛。那么到了公元627年的时候，为了应对那霜灾带来的这种饥荒，官方就开始允许长安的这个百姓开始外出了。因为你知道，古代遇到饥荒是个很正常的事儿。遇到饥荒的一个简单的应对方法是允许别人逃荒。如果你不允许百姓逃荒，那他在这儿饿死是不可能，他就要造反。所以呢，为了应对这个灾害，自然灾害啊，就是官方就允许大家可以走了。这时候玄奘呢就这个离开了长安，就是今天的西安呢。1个月以后呢，就到达了凉州。凉州呢，当时是大唐的边防大城啊，没有官方的命令，你就不能再往西去了。玄奘到了凉州以后呢，走不了了，没有护照啊，没有这个过锁啊，只好在那儿开道场讲经啊，边讲经呢边等待机会。1个月以后呢，有这密探呢就向当局啊，就是中国最不缺的就是这密探啊，就告密说这个玄奘的意图啊，所以就勒令他呢赶紧返回长安，你别给我在这边境上待着啊，别给我装模作样的讲经，你肯定是要想跑。但是玄奘的这个诚心呢，就感动了当时凉州的这个佛教领袖，就将他护送啊，就出城了，就到了瓜州，再往西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域了啊。那么这个瓜州当时的官员呢，已经接到了凉州，我们过去都是州治嘛啊，就接到了凉州送来的这个追捕文书啊。但是这州官呢，这州官叫李昌，这名字很普通啊，木子李，昌盛的昌。啊，他非常佩服玄奘的这个决心，就决定呢护送他出关。啊，你知道过去的这个官员啊，他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他自己就能决定这件事儿。啊，这州官非常的不错啊，就是很有正义感。他如果当年把玄奘给扣了，那就没有后面的大唐西域记了。
也就没有后来我们说的《西游记》了，也就没有电影、小说、影视剧、动画片了，也就没有《大圣归来》了。今天很多人就没有饭碗了。你知道这些人啊，都得好好的感谢这个叫李昌的官员啊，他就把他放走了啊。他可以说我没有收到你的这个文书啊，这人已经走了，出境了，出国了。所以这个玄奘呢，就是一路西行去西天取经，成就了他非凡的佛教成就啊。再有一个啊，跟过所相关的一个僧人呢，就是鉴真啊，鉴真和尚。鉴真和尚东渡啊，你看刚才玄奘是西行，那么鉴真呢是东渡。鉴真东渡的时间呢也差不多，公元742年到这个753年，大概有这个将近10年的时间。他有几次东渡呢？一共6次啊。我们博物馆油画馆里还有一个这个鉴真东渡的一个大幅油画。当时啊，日本佛教啊，就是你想想，佛教是从西边来的，所以一直往东行，越往后传达的力量就越弱嘛。再加上有海峡隔着，所以到了日本的佛教，它戒律呢就不完备，僧人不能按照这个律仪去受戒啊。所以在这个公元呢这个733年的时候呢，这个僧人荣瑞啊。普照就随着遣唐使呢就开始入唐啊，就入唐以后呢，邀请高僧呢去到日本传授戒律。那么他在中国待了大概有10年，就是来找人，最后找到了这个鉴真，觉得鉴真的这个身份就够了。第一次鉴真东渡的时候，他手里并没有护照，没这过所。但是日本僧人手中有个什么呢？有那个宰相李林甫他哥哥给的公函啊。这个公函呢，虽然不如过所，没那护照那么硬气，但是它能用啊。所以地方官员呢，也就加以一个援助。一看，哎呦，说宰相他哥哥给开一路条，得了，我们就放行。结果没想到后面内部又出了个内讧啊，就有人就诬告说鉴真一行呢是这个主要是造船与海盗勾结啊，准备攻打扬州。所以这官员立刻就派人拘捕了所有的僧众啊，把这个僧人全给拘捕了。后来就放了，但勒令呢，日本的这僧人立刻给我回国啊。第一次鉴真东渡就此夭折。后来的这些年间呢，有了第2次、3次、4次、5次啊，大多是因为天气恶劣呀，或者弟子担忧啊，各种其他的原因导致都没有成行。那么大约这时间过了10年，从第1次啊到第6次，10年过去了。第6次，鉴真呢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啊，名声大噪。天宝12年啊，就是公元的753年啊，日本遣唐使啊，这个遣唐使呢叫藤原清和啊，来了一行人就抵达了扬州，再次恳请鉴真啊，同他们一道东渡，就回到日本。当时啊，唐玄宗呢宠信道教，想派道士去日本，他不想派这个佛教人士去，想派道教人士去。但日本人拒绝，日本说你别来这套啊，说我们呢还是希望鉴真去。所以玄宗就说，那鉴真也不能去，不能去这个佛家去，道教不让去呢，道家不让去，佛家也不让去，所以呢就不允许鉴真出海。日本人还是比较虔诚啊，他这个对文化的这种渴求，对这个宗教佛教的这种渴求呢，是非常发自内心的。藤原清和呢，就将这个邀请这个鉴真和尚和唐玄宗的拒绝他出国的这个事儿呢，就跟这个鉴真和尚说了，就跟他告诉他了，希望他自己做出决定，就是说我呢非常诚心诚意的希望你到日本去这个弘扬佛法啊。但是呢，皇上不想让你去，你自己决定吧。那么鉴真和尚啊，鉴真大和尚当时就表示愿意同行，然后秘密乘船呢，就到了今天的苏州呢黄寺浦，就是今天的属于张家港嘛，张家港，然后转搭这个遣唐使的大船，啊，就是在入冬的时节，11月份呢就出发了。我们今天到日本去真的没那么远啊，他当时走了多少天呢？走了40天，进入了日本的九州的呢太宰府啊，就是今天的福冈啊。福冈其实
离中国没多远，你从上海坐飞机1个小时就到了啊，真的是很近。当时要走40天，在海上非常辛苦，又是冬季啊。那么鉴真一行呢，前后历时12年，6次起行，5次失败，航海3次，几心陷入绝境啊。途中呢，鉴真大和尚失明，这是人生非常悲哀的一个事儿。你知道，人到成年以后失明是非常痛苦的。有36个人死于船祸和伤病，200多人就退出了这个东渡的行列啊。只有鉴真大和尚笃志不移，百折不挠，终于实现了毕生的一个宏愿。那么鉴真给日本带去什么呢？不用说，佛教是第一位的，包括城市建设。我们知道平安京啊，跟我们的唐代长安是一模一样，就是小1号。带去了中国的文字，带去了中国的中药啊、香料，带去的东西非常多。我们今天到日本，可以处处看到日本文化对鉴真和尚的一个尊重啊。我在这个日本的很多地方都看到鉴真和尚的那种庄严肃穆的塑像啊。这是在中国啊文化史上一个没有官方允许啊、没有持这个护照的情况下呢，一次东渡的文化传播。这次传播呢，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啊，一直到今天。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这个护照呢？实际上是清代。护照的意思啊很明确啊，护照的护是保护，照是关照，就是保护关照你。在文字字眼上呢，我们的护照这个名字多了一层人文关怀。你看 possible 英文里的意思呢，就是通过的意思，没有人文关怀，你拿着这东西就可以通过。我们拿着这个东西在关爱中呢，还是有人关心你啊。我们渡关的时候要有人关心你，保护你。1884年啊，那时候是光绪年间啊，清政府开始颁发商民护照和游历护照。什么意思？做经商的护照跟旅游的护照不一样。我们今天的护照也有啊，个人护照、这个公务护照都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在1908年的时候呢，清政府根据驻美大使啊伍廷芳的一个建议，决定了统一护照的格式为3联单式啊，就3联的。我们今天是一个小本本啊，过去是3联的，并制定了14项内容和颁发的一个章程，从而呢就使中央政府呢统一颁发的这个护照呢，代替了各地自行制造的这种五花八门的护照啊，就统一了政府护照。这个统一我们算起来就100年多一点儿。那么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护照呢，它根本没有照片。你知道这没照片很麻烦。我们今天啊，你持护照啊，你只要一过边检，人家这个边检人员一定抬头看一下脸，再看一下护照的照片。现在有这种图像识别，让你看一下镜头啊，你看一下镜头，它就对上了，是你放行。我们今天基本上还是拿肉眼看照片的方式。啊，将来肯定不会啊，将来可能有电脑识别，比如指纹识别、虹膜识别、面相识别，有各种技术识别，不需要人再看了，你到那儿一站，人就知道你是真的假的。那么这个古代不行，古代没有照片，没有照片怎么办呢？就开始施以笔墨啊，去这个描述你人体特征，比如这人个高啊，身高8尺啊，比如这人体胖啊，体胖。比如这人这个腹黑啊，这颜色皮肤很黑，他写一些这个标准的字眼啊，比如说这人长得鹰鼻耀眼、樱桃小口等等等等。所以你长胖了还不要轻易减肥，你减完肥你还出不去了。这个护照啊很夸张，我告诉你有多夸张啊，它都做的比较大。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啊，最大的护照。是在1899年啊，当时由中国清朝驻美国的公使伍廷芳啊，他签发了中国的一个翻译官的一个护照。这个护照有多大呢？给你比划一下啊，这护照长啊87厘米这么长，宽呢58厘米这么宽，这么大，挂你们家墙上一面墙啊。它是在今天我们能找到的这个近代护照里也是最大的一个啊，就有点像那个过去满街贴的那通缉令那么老大张。那么这么大张的护照你带起来太不方便了，就算你能折叠你也不方便嘛。所以你仔细想想啊，这么大一张护照到你今天随身揣的一个小本儿，
这中间间隔还不到100年。那张护照是1919年发的，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到2019年，100年前啊，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就这么大的差距。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大家对这个护照就越来越熟悉啊，但是突然发现啊，现在你领护照很容易啊，你到这个公安机关按照程序，你马上领本护照。但是你知道这护照你出不了国，你如果没有签证，你出不了国，除非到那个免签的国家啊。其实签证的历史呢也不长，签证的历史在国际上通行的历史，现在能够查到的不过就150年左右啊。1862年啊，奥斯曼帝国的签证呢是领世界公认存世最早的实体签证啊。1862年，你算吧，到现在就是150年。那么到了1920年，美国才正式开始使用签证。1920年到现在还不足100年。你想美国，你觉得那国家难进吧？100年前随便进啊，没人理你。为什么签证的这个就是在这个时期迅速发展呢？1920年以后，美国才有签证呢，是因为1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世界各国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和政治上的各种需求呢，普遍就实行了，就是通过本国立法或行政措施呢，就建立了一个本国护照和签证制度，就是把一本护照变成俩事儿，一个是你出去你要用啊，签证没有签证是制约对方的，护照是保护自己的。你比如我们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这个护照能保护你啊，你有什么困难，你在国外可以向各国大使馆求救，对吧？但上面那个签证呢，它是制约你的，你没有你就进不去。所以一本护照实际上是正反2个内容。明清2代啊，当时大英帝国代表的工业开始开启了跨国的这种潮流。因为工业革命以后呢，世界的人的啊，由于商品的移动呢和这个物流速度加快以后呢，人的移动也会相对加快。然后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封闭了多年的这个海关，就是我们关闭的大门被打开是强行打开的。我们都知道这个。1860年英法联军打入中国以后，我们签了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实际上就是大门被人撞开了。1946年，2战结束啊，我们是同盟国啊，我们是战胜国呀，所以中国和美国就签订了，当时有一个叫中美条约啊，实际上它全称叫中美友好通商这个航海条约啊，就通商航海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呢，当时中国人啊。到美国去不需签证，免签啊，这是很多人的梦想啊。这个，今天世界上免签的国家很多啊，非洲也有啊，亚洲也有啊，这个欧洲少啊。落地签呢是一种签法，就是落地假模假样的签一下子，盖个章就让你进去了。还有一种干脆就不签，你就来了。改革开放以后啊，签证变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话题啊。最早签证不太难办。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出国的人少，那时候办签证呢，相对来说旅行手续就办了。后来呢，就变得非常难。为什么非常难呢？上个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最难，是因为出国的人太多，各国接纳不起，所以他就要杀去一些他认为无关紧要的人。那么出国的这个目的都不一样啊，每个人的出国目的不一样，但我认为啊，这个目的之间没有什么差异，都是为了谋生。你说我到美国去读博士，你说我到美国去就为了刷盘子，我认为我去开餐馆都没有什么高低之分，都是为了谋生，只是谋生的方式不一样。那么为了限制那么多的人，当时是以奔涌之势向西方各国去涌去的时候，各国都采取了一种限制的态度，就是不给你签证。所以你看那个大使馆啊，尤其美国大使馆前永远排着长队，门口有很多人有生意啊，租小马扎的啊，租1天3块钱啊，帮你填各种表的，帮你翻译各种单据的啊，所以有很多人以此为生。我80年代在出版社有一个女编辑啊，女编辑呢，她跟她丈夫结婚以后，她丈夫就留学去了，就走了。新婚丈夫就走了以后呢，她就一门心思要追丈夫去，要不然丈夫就丢了嘛。那么就老去办签证。那美国大使馆认为他有移民倾向嘛，你丈夫在外头读书，你再跑出去，人就不回来了。那时候凡是有移民倾向的，美国大使馆都不给你签证。他签了有10次啊，都签不过去，每次都拒签，特别沮丧。最后一次签的时候呢，
签证不是得预约吗？预约好了以后呢，他出门把胳膊摔折了，冬天下着雪，把胳膊摔折了。摔折了就委屈啊，打一石膏啊，我们现在都打夹板，过去打一石膏，打一石膏特恐怖。我这胳膊就折过啊，打过石膏，打完了你这几个月不能动，就这么着。当你拆了石膏的时候，这胳膊好长时间都不能动啊。打一石膏去美国大使馆签证又被拒签了，拒签了以后呢，他就委屈啊，一想啊，我都10次了都没签过。我要把胳膊摔折了，所以就坐在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大厅里就嚎啕大哭。哭的时候边哭边念叨一句话，这句话非常重要，感动了美国签证官。他说呀，我呀去不了美国了，我把我丈夫的模样都忘光了啊。说你们这么狠心不让我去美国呀，我就没法去团圆。结果这个你知道美国那个大使馆的签证官绝大部分都听得懂中文，所以一看呢，动了恻隐之心，就说得了，别哭了，过来，我给你重新签，就过了。所以就高高兴兴的因祸得福，人都是因祸得福。如果胳膊不摔，我估计也过不去。那么你知道这个美国大使馆啊，因为我过去跟很多美国使馆的这个签证官很熟啊，其中有一个朋友非常的熟。然后他就跟我讲过哈，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被拒签。第一，他每年每月每时他都有各种任务，有时候都特宽松，谁去都给签。为什么？那名额够啊，名额足够，所以让你过去。现在没有那种移民压力，过去很多人去了就是想办法混到美国去，到了美国马上就黑下去，就自个儿到餐馆打工，啊，这个等着天下大赦的时候转成美国身份。今天呢，大部分出国的人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还是到美国为了去看看呐，或者是做个生意啊，会个友啊，等等各种原因。那么你签证的时候，它有时候是有名额的，比如这一个月它名额是2000个啊，但是你这个月有3000个人来签证，那毕竟有1000个人签不过去，签不过去有什么原因吗？一般情况下没太大的原因，因为它很难很细致的辨识你的目的，你的真实目的，他也没有办法，就对你刨根问底，你还有隐私呢，所以他有时候没有原因就把你拒签了。拒签呢，就是告诉你拒签，然后让你下一次再试。美国人是这样，美国人跟中国人思维不一样，美国人认为我没有原因，我有这个权利，我可以拒签你。那么下一次你再来，他还问你为什么去美国呀？你如果说的跟上一次一模一样，立刻就签证通过。他在判断你是不是说实话。但我们中国人呢，是他想原因。我一被拒签，我马上想我怎么被拒签了？是不是我这目的不好啊？说你为什么去美国呀？签证官问你，你说我去美国探亲啊，我有一姐姐在那儿。好，说你拒签了。如果你下一次来啊，因为你的理由他会记录在案。你说人家签证官又问你为什么去美国去啊？你说探亲看我姐姐，这就就通过了，他证明你说的是实话。但我们大部分人没签过去的时候呢，一出门就想，哎呦，我这原因不行啊，我这道理不成立啊，改一原因，回去就想，我不行，我不能说探亲了，我也不能说看我姐姐，我到美国去啊，经商，他改一词儿啊。下回签证官又问他说你去美国干嘛去啊？经商。人一看这记录跟上回说的不一样，他认为你在说瞎话。所以呢，我们今天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光明正大的。如果你去美国，你是什么原因，你就说什么原因。只要你说清楚你的原因，你就可以度过这一关。今天不算什么关了，我看大量的人这个签证都能够通过嘛。还有是什么呢？还有不能签的啊，这都是签证官告我的，就骂人啊。有的人在那骂人，他用中文骂人，他以为那签证官听不懂，那签证官都听得懂，就给他记录了。记录了，他下回再去签的时候呢，签证官一看啊，当然有可能换了签证官，那个窗口多嘛，10几个，上来就说上回骂人了吧？说没骂人啊，不承认。然后人家马上叭就把你骂人的那个话让你看见。然后你知道吗？我们签证是对英国的一个权利，就跟中国人也有啊。美国人进中国，中国人不给你签证，你也进不来啊，很简单的事儿。每个国家都有国家行使的权利。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权利在你身上得不到你满意，你就开始骂人，这肯定是不行的啊！所以一定要知道，这骂人是有后果的。你比如他跟我说一个事儿，很有意思啊，就是那还是好多年前嘛，咱们这个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人这个炸了啊，说的是误炸，反正咱们说就是你给我炸了，所以就去美国大使馆去这个抗议。然后你抗议可以，你围绕着它绕什么都行，但是那时候有很多人扔墨水瓶，拿一个墨水瓶扔过去，以后撞到墙上一碎，那墙上就黑了。我告诉你，那后来花的钱全是咱中国政府花钱得给人修。你知道各国大使馆，包括中国在美国的大使馆都是我们的领土，就是大使馆是相当于一块领土啊，你不能随便就去想干嘛就干嘛。结果呢，这学生呢就去。隔了半年又去签证，到美国大使馆签证，人家呢有图像比对，一比对就问他说：“上次到大使馆闹事儿有你吧？”说没有，说扔过墨水瓶，让你看一看，扔墨水瓶的啊。然后马上就怂了，因为你想上美国上学去啊，那怎么办？说哎呀，说我那是起哄的，我那不是真心的啊。你别看这样一个细节。这个签证官就让他过了，因为你说的是实话，你承认了，你上来首先要承认，你说那扔的不是我，那你就彻底出不去了，是我当时确实是起哄啊，没有想更多，美国人咣当一个签证让你过了，啊，所以说实话一定要比说瞎话在签证上容易通关。我们这一集讲的是护照和签证之间的一个关系，实际上签证是一个很近的历史，护照虽然有很远的历史，也跟我们今天完全不一样。我们讲护照和签证的历史，实际上是讲人类啊这个文明交往的一个历史。我们的护照啊，这个含金量一天的增加。过去中国人的护照啊，在国外都是受人歧视的，今天有很多人羡慕我们这张护照。比如我们的撤侨啊，前一段时间巴厘岛的问题，大家都知道，15000多个中国人都是凭自己的护照，由我们国家派去的飞机给接回来啊。比如我们去年啊非常红的一个电影，创造了50多个亿的记录的《战狼》，也是反映了我们撤侨的一段经历。这个经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护照含金量一天一天的在增加。